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些超出常理的人，他们挑战物理的极限，或者超出常人的审美，又或者患有极其罕见的先天疾病。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，都使得他们独一无二。今天就跟着阿军一起去看看那些几乎不可能存在的10个人吧。开始前提醒各位小伙伴，记得点击关注，这样就能收到阿军更多精彩内容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10位，现实版的天残脚。在2012年，英国兰开夏郡的曼迪·塞勒斯被确诊患有一种导致双腿异常肿胀的疾病。经剑桥临床研究团队的深度研究，医生发现这种病症是由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，进而导致皮肤、骨骼、脂肪和组织出现过度生长。此时，塞勒斯的双腿肿胀到大约113公斤。令人痛心的是，似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可供这个深受其苦的女性。医生们为她的病症感到困惑，显然对于这种罕见疾病并没有适当的治疗手段，更别说治愈了。尽管医生尽力治疗，却总是无法阻止病情的反复恶化。然而，一种新的实验性治疗手段的出现，为塞勒斯带来了一丝曙光。这些疗法帮助他的双腿重量减轻到大约68公斤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效果显著。然而，在2016年，曼迪不幸又患上了败血症，必须进行单腿截肢。令人感到震惊的是，截肢后的腿部神奇地长了回来。尽管其中一只腿已经不存在，但他的疾病导致他的双腿依然持续肿胀。塞勒斯是全球约120人患有这种疾病中的一员，他们都遭受着这种异常困扰的疾病。这种病症严重限制了 Mandy 的生活，使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依靠轮椅移动，且无法追求他渴望的生活目标。然而，他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他得以勇敢面对。他公开分享自己的故事，提高公众对这种罕见疾病的认识，从而帮助其他患者找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，期待有一天能找到治愈方法。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9位，真实的蓝精灵。这位名叫保罗·卡里森的男子是一个来自加州的普通人，不过他的皮肤颜色却异常的特别，神奇的蓝色，令他变蓝的原来是治疗皮肤病的一种银质剂。大概是10年前，他开始尝试用银质药品来治疗皮肤病，刚开始还只是外用，但后来开始口服胶体银了。虽然这种银质药品在1930年代被人们用来治疗皮肤病，但是在1999年却被 FDA 禁止了，因为它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，比如器官损伤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保罗·卡里森还是决定坚持用下去，结果他的皮肤就变为了蓝色，而且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他在2018年去世，那时候他已经72岁了。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尽管他的皮肤是蓝色，但是并不能确定这和他去世有直接的关系。保罗·卡里森，他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满天飞，他经常把自己的生活和故事分享给大家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流。他的故事也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着很多人。如果你的皮肤变成这样，你还敢出门吗？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8位，现实版的万磁王。注意看，这位自带磁力的人名叫刘同林，是一位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人，人送外号磁铁人。但你别误会，他并非真正的磁人。科技大学的专家们研究后发现，他身体的磁力其实源于他的皮肤摩擦力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摩擦力。他的皮肤摩擦力如此之高，以至于有种吸附效果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种能力甚至在他家族中有遗传现象。他那3个孙子也拥有同样的特异功能。就想象一下，当他们去开餐具抽屉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手指就被勺子、叉子给贴住，该多搞笑！如果你有这种能力，你会用来干嘛？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7位，没有下巴的男子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以赛亚·奥斯塔就开始了他的战斗。他在出生时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医疗问题，其中包括患有一种罕见病症，叫做无颚症。这种情况下，人体将没有下颌，因为他出生时存在的这些问题，他原本都不被看好能活下来。但他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明白父母爱情力量以及生命顽强的真正例证。如今他已经成年，成就斐然，既是世界上第1位没有舌头的饶舌歌手，也是大众演讲者。他通过手机上的文字转语音应用发言，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人们。随着他渐渐长大，进行颌部整形手术成为了可能，但他拒绝了。简单的说，他热爱上帝赋予他的样子，他喜欢他现在的样子，一点都不想要改变。
可能真正的勇士就是能把所有先天的缺陷都当作上天的恩赐，并还能发挥缺点成为激励他人的存在。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6位，双脚倒着长的人。让我们穿梭回2005年的重庆北碚偏盐镇。视频中的这个特殊的女子名叫王芳，她在出生的时候，父母就发现她的双脚是反着长的。王芳走路全靠脚跟，并且她的脚掌很小，脚跟很粗，并且走路的速度丝毫不比普通人慢。虽然天生2级残疾，但王芳却比一般的女子更加坚韧和乐观。她在当时的4年前认识了柳蒙镇男子邓某并结婚。当时她已是一个3岁小孩的母亲，好消息是她的孩子4肢正常，并且她那时还经营着一家荤豆花。重庆这边的叫法其实是一种火锅，里面很多豆腐和其他食物。这家店当时名叫金玉满堂红荤豆花，为这位乐观顽强的重庆女子点赞吧。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5位，流血泪的女子。2013年，一位名叫亚丽扎·奥利瓦的女子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。在智利的一座城市里，亚丽扎·奥利瓦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，她的眼泪是血红色。这让我想到了释放了天照的宇智波，但亚丽扎·奥利瓦没有佐助的天照，却跟佐助一样患上了眼睛流血的疾病。她的情况深深地困扰着医生们，医生们对她规定了眼药水，但这并不能解决长期的痛苦。所有常见的眼部感染都被排除在一并列表之外，所以医生们初步推测他可能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。这种病症的症状表现为患者的泪水部分或完全呈红色，实际上含有血液。此类病例已有记录，但极为少见。亚丽扎似乎从未得到正式的诊断。至于她现在的情况如何，我们无法得知。希望亚丽扎和所有同样为疾病困扰的人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4位，脑袋长了2个角的人。这位头顶着2个角，并且面部酷似恶魔的男子名叫罗尔夫·布克霍尔茨。这位来自德国的男子酷爱改造自己的身体，在2010年，他获得了男性最多穿孔记录的荣誉称号，总共有481个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小兄弟上竟然单独有278个穿孔。这个数量到底如何实现的，让人无法想象，真的让人觉得想想都痛。好的，话题赶紧往下走，我们再回到布克霍尔茨身上。吉尼斯纪录的工作人员在2012年再次与他见面，统计他的身体改造数量。那时，他全身共计拥有512处不同的改造部位。于是，他又获得了2012年全球男性身体改造最多的纪录。这位为了吉尼斯不惜牺牲自己兄弟的男人，你感动了吗？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3位，真实的芭比娃娃。这个长相酷似玩偶一样的女人名叫瓦莱里亚·卢克亚诺娃。这不仅仅是指金发碧眼那样的表面特征，她真正的意思是，她想要拥有芭比那些奇特的比例和尺寸，并且她也为之做了大量的整形手术，几乎包含了全身上下各个部位，使她成了夸张的沙漏身材。为了来保持这样的身材，亚诺娃只吃液体食物，不吃肉或者乳制品，就如同她喜欢自己变成玩具的样子。亚诺娃找另一半的要求也是一样，她现实中也有个酷爱把自己整形成玩偶的男友，名为贾斯汀。这位男友据说是为了追求亚诺娃才把自己整形成这样的。为了身材有肌肉，他在各个部位都填充了植入物，做了超过1000次整形手术，花费超过100万美元。阿军看到这里有点不知所措，是该敬佩这位为爱奉献的男人，还是该认为他太疯狂了呢？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2位，怎么都争不熟的人。人类总是竞争不息，无论是比拼力量、极限速度。可你听说过蒸桑拿比赛吗？对于竞技桑拿竞赛来说，参赛者必须在接近110摄氏度的桑拿室内坐上尽可能长的时间，就像餐厅的龙虾一样被蒸熟。每隔30秒就会在房间的煤炉上添加更多的水，使其蒸发，并导致热度持续升高。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就是胜者。然而这种愚蠢的竞赛居然还举行很多年，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芬兰的蒂莫·考科宁。在他比赛的11年历史中，他惊人地赢得了5次，并以16分钟15秒的创纪录的最长桑拿时间著名。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就是纯靠意志力。他并非对高温有免疫力，只是非常能容忍高温。然而在他2010年的最后一次比赛后，他的皮肤受损面积高达70%。看来物理的力量也不是意志力能抗衡的。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，第1位，靠下半身喝水的人。这位名叫约瑟夫·普霍尔的牛人于1857年出生于法国马赛。他
他是一位靠放屁赚钱的职业放屁者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去游泳，约瑟夫发现他只要屏住呼吸潜水，海水就会进入他的后方，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对括约肌有超强的控制力。成年后的约瑟夫可以靠后门喷出长达4.87米的水柱，并且能靠屁吹灭蜡烛，甚至能演奏法国的国歌。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用屁演奏音乐的乐队，并在各个地方表演。当时的人笑称他一个屁都值10万美元。在他1945年去世后，巴黎一所医学院试图购买他的遗体，希望了解他直肠的秘密，但他的家人拒绝了，并回应道：虽然放屁很滑稽，但有些事必须得有敬畏的态度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10个人。看完整部影片的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如果你有他们的遭遇或者能力，你会干什么呢？